網絡為我哋嘅現實生活提供咗無限嘅可能性。網絡令到世界變得細小，我哋可以同遠在地球另一邊嘅人交流，同時亦都能夠實時了解世界各種新鮮嘅事物。但係網絡都帶嚟咗一啲嘅挑戰，虛擬世界嘅無限可能性有時會令我哋帶嚟前所未有嘅危機。雖然互聯網真係一個非常大嘅世界，但都並非網絡裏邊所有嘅嘢都會令人開心嘅，因為會有啲令人非常不安嘅故事，而且呢啲故事可能會令你感覺危險，可能就喺你旁邊。今日要分享嘅故事，據講係由 Deep Web 流傳出嚟嘅都市傳說，好多人甚至形容為喺 Deep Web 裏邊中最恐怖、最嘔心、最邪惡嘅故事添。2011年，一位網友喺一個討論區度分享咗一張 cap 圖，張圖非常簡單，望落就應該係 capture 自一個討論區嘅文章，黑底白字，連圖都冇張㗎。呢位網友聲稱佢入咗 Deep Web 其中一個著名嘅討論區 Violent Desire 暴力慾望，要有資格喺呢個討論區發布文章嘅人，申請資格就係版主認為你提供到一啲真實無誤、變態、暴力、血腥嘅照片或者影片，可想而知能夠留到呢段文字嘅人，絕對係一啲非常兇殘、泯滅人性嘅罪犯。而呢段文字係一位化名叫做 P Monster 嘅人喺呢個討論區分享咗佢嘅一個故事。P Monster， 我哋叫佢 P 先生啊。佢聲稱自己係一名外科醫生，佢生活喺歐洲東邊一個比較動盪嘅小國。佢形容嗰度除非你有足夠嘅錢同人物，否則就好難生存。當然佢兩樣都有啦，但有一部分人連父母都冇埋，要流浪街頭或者要留喺孤兒院。當時甚至大大小小嘅孤兒院都住滿咗孤兒。P 先生深明此道，所以佢好容易就可以喺孤兒院度買到啲8至10歲嘅小女孩。雖然佢成日強調自己嘅國家好多靚女，但佢買呢啲女仔翻嚟，並唔係為咗滿足佢嘅生活，亦唔係用呢啲女仔嚟進行人體實驗或者販賣佢哋嘅器官，而係進行另一種更邪惡、更可怕嘅行為，就係將呢啲女仔變成一個唔會行動、唔會講嘢、唔會反抗，但仍然有意識嘅蘿莉塔。據講 P 先生一早已經係孤兒院嘅常客，佢會喺孤兒院選擇外表甜美嘅小女孩。當地人生活實在太困苦，所以孤兒院雖然知道 P 先生經常會嚟買下呢啲孤兒，但孤兒院覺得有錢賺又可以養少一個嘅，所以根本唔會，亦唔敢問 P 先生買呢啲女仔究竟用嚟做乜嘢。跟住 P 先生會連同孤兒院一同銷毀呢啲女仔嘅身份，令佢哋變成根本不存在於現實之中。然後 P 先生會幫呢啲女仔逐一改一個新嘅名，就係咁樣，呢啲女仔就只剩低自己奴隸嘅身份啦。當 P 先生同孤兒院完成所有程序之後， P 先生就會帶呢啲女仔返去佢住嘅大屋。第一日會請佢哋食大餐，仲會幫佢哋沖涼。沖涼喺當時佢哋嘅地方嚟講，根本就係奢侈嘅事。小女孩當然會好開心啦。然後臨瞓前 ，P 先生仲會俾牛奶佢哋飲，但係呢啲牛奶係落咗好重分量嘅安眠藥喺裏邊。當女孩子熟睡夢中嘅時候， P 先生就會開始製作佢嘅產品。為咗防止佢哋逃走， P 先生會趁佢哋喺睡夢中注射麻醉藥，然後就帶佢哋去屋企地牢一個臨時嘅手術室。P 先生會用外科手術將佢哋嘅所有前肢切除，只留低佢哋手肘同膝頭以上嘅部分，而且縫合傷口之前，會將一支大約5厘米長嘅金屬棒駁落去骨頭嘅位置。金屬棒嘅末端有一個 O 型環，方便將呢啲女仔好似貨品咁掛喺任何嘅地方。P 先生認為現階段就只係剝奪咗女孩子嘅行動力，下一個階段 P 先生就會繼續用佢外科手術將佢哋嘅聲帶同牙齒都會切走，咁樣佢哋就唔能夠再講嘢同發出嘈吵嘅聲音，同時亦避免咬傷其他人。其實大部分嘅孤兒都係未成年，要佢哋承受咁大嘅傷害實在唔容易，所以去到呢個階段
都已經有啲女仔抵受唔住咁大強度嘅傷害而失去生命，剩翻低嘅就開始進入最後嘅部分，就係要令佢哋唔會再反抗，失去自己嘅人性，好好接受自己已經係一個奴隸嘅身份。P 先生深明呢啲女仔需要滿足一啲人嘅慾望，所以會強行逼呢啲女仔要睇大量各種程度嘅暴力色情影片，一來要減低佢哋嘅羞恥心，同時要佢哋慢慢習慣自己已經係一個奴隸嘅身份。佢哋亦都要接受影片內各種情節嘅訓練，以提升佢哋嘅技巧。為咗加強佢哋嘅耐受性， P 先生要佢哋捱痛捱餓，冇水冇糧嘅情況下，痛苦咁度過每分每秒。長此之下，呢啲女仔已經慢慢失去咗自己嘅人性，思想上開始唔再反抗。當精神上願意完全順從之後， P 先生就會進行最後一個步驟，就係用激光嘅技術令佢哋接近失明同埋失聰，令佢哋徹底變成咗一個冇思想嘅奴隸。呢個咁邪惡嘅故事被放上表網之後，確實令好多人非常震驚。事件嘅真偽亦都引起非常熱烈嘅討論，所以一啲網民開始搜查資料，調查事件嘅真偽。雖然冇辦法調查到指定嘅發生國家，但根據一啲權威嘅數據中心提供嘅資料分析，極多被販賣到西班牙同東歐地區賣淫嘅女性受害者，主要國家就係羅馬尼亞或者保加利亞。以羅馬尼亞為例，近年嘅孤兒情況仍然喺呢個地方仲係好普遍。雖然孤兒院已經比以前冇咁飽和，但曾經喺1989年呢個黑色歲月裏邊，就已經超過2萬位孤兒失蹤或者死喺孤兒院裏邊。眾所周知，呢啲人口販賣現象係真有其事。對於一啲經濟困難嘅孤兒院嚟講，養少一個就少一份責任。所以呢種極度邪惡嘔心嘅 P 先生，佢哋都好樂意將呢啲無辜嘅人斷送生命。如果將地球嘅進程濃縮成為一日，我哋人類喺地球出現嘅時間其實都係少於1分鐘。而呢1分鐘，我哋接近將地球嘅油田抽乾，農田差唔多被鏟光，雨林亦每日被人為因素逐漸咁減少。我哋乜嘢都得到啦，但係點解我哋人類冇變得更好嘅呢？知足嘅人，佢哋會感恩自己擁有嘅嘢，佢哋會珍惜，會滿足，會樂意分享俾其他有需要嘅人。但更多貪婪嘅人，佢哋一心只係想到自己需要啲乜嘢，佢哋會用盡任何方法去獲得自己想要嘅嘢。當佢哋得到之後，佢哋又會想要其他嘅嘢。究竟乜嘢人先有資格去控制一個人嘅命運呢？佢哋冇辦法選擇自己嘅命運，但究竟點解本身可以幫到佢哋嘅人，可以反而變成加害者呢？我哋並無能力選擇自己嘅出生，但我哋仲有能力同機會令自己可以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今集又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今集係精彩嘅，請俾個 like。如果想再有下一集嘅，就請你 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你好，我係 Air，我哋下集見。